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n 频道，我是阿 Man 的弟弟阿仔。那么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辆非常特别的车可能你就会讲有什么特别呢？不就是一辆 Nissan Hilux 咯往侧边一点看，看这个门，可能你就会讲到底有什么特别？不就是一辆 Nissan Hilux Single Cab 咩？开门给你看，够不够特别？看到了没有？冰箱门我们讲的Suicide Door劳斯莱斯同款。这样的 Hilux 你是不是没有见过嘞？那么今天重点这辆车其实是车主委托我放在频道上面售卖的啦，然后也顺便打个广告Ranger Man 频道现在有在做买卖车的生意，如果你今天是有要卖车或者有要买车的话，无论新车或二手车都可以联系 Ranger Man 的 partner， 我的 partner 就会帮你处理到漂漂亮亮，最漂亮的价钱，最漂亮的服务。不过要买今天这辆 Nissan Navara King Cab 的话，是直接联络车主不是联络 Ranger Man 的频道，这个才是车主的号码。有兴趣的各位不要联络错人这个频道不只有新车 review， 还有二手车的维修保养与通病。那么不要错过你想看的车款，可以先留言告诉我。再来记得要点订阅，再顺手来个赞啦，更新影片你才不会错过。来讲重点，其实今天这一款 Nissan Navara 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 King Cab， 它不是 Single Cab 也不是 Double Cab， 它是在 Navara D40 的那一代才有出过的一个款式，后来到了最新的现在 NP300 的款就已经没有出这个 King Cab 了啦，所以呢它在市场上面其实是非常的稀有的，包括现在我看在网络上卖其实都要4万出一点啦。今天这两个售价非常有惊喜，below 4万，至于是多少钱，有兴趣的你就慢慢看下去。接下来我就一边讲车，大家就一边看车。这个车其实是照顾到蛮漂亮的啦，刮刮蹭蹭真的是很少这辆是2012年的车，以一个接近11年的车来讲这样的车身我觉得已经是相当干净，相当的固车了啦。车身并没有很明显的这里一个洞那边一个洞这样子。首先车头方面其实就是和上一代的 Navara 是一模一样的啦，不过 bumper 并不像 Single Cab 这样子直接给你黑色 plastic 这个还是有喷漆的， fog lamp 也是有给你。接下来直接快速我们来看看它的车侧方面，车侧方面就可以看到它比较特别，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它的这整个车身比例你看Single Cab每次我就觉得它的斗特别长， cabin 太小个，整个就好像头小身体大。这个 King Cab就是5:5身 cabin 跟它的斗的部分就是5:5的比例来讲就非常好看。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 rim， 车主也是有进行过改装，这个 rim 也是跟着去了，当然非常明显这个车是已经进行过 lower 了的。再来就是它这个劳斯莱斯同款的对开门，所以呢它本身是没有 B 柱的啦。这个 Navara King Cab 也是现在你可以用最便宜的价钱买到对开门的设计，要的就是一个独特性虽然是没那么实用啦，不过买这种车还要怎么实用？RX8 也是有没有错啦，不过 RX8 的价钱肯定就贵一点啦。Navara King Cab below 4万块给你对开门，又没有像 RX8 这么嘎叫人的 Rotary Engine 这个就是普通的 Diesel Engine 嘛，大家都知道 Diesel 非常耐用的，又耐用又特别，这样的车你要去哪里找？甚至我在网上看目前马来西亚在售的啦，应该是不超过5辆车尾方面也是和上一代的 Navara 是一模一样啦，不过你看这辆 King Cab 它是有 bumper 的，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啦，这个 King Cab 当时候出的时候其实是没有 bumper 的啦，就像是一般的 Single Cab 那样，这个应该是车主自己另外装上去的。然后这个斗当然是没有那种什么 Easy Lift 啦，那些都是近几年才有的东西嘛，还是非常重bomb下来的那种门。至于这个空间呢，如果你是要玩车又要兼顾工作载货的话，这辆就非常啱你了啦，要玩又有东西玩工作玩乐两不误这个 King Cab 真的是非常适合这句词依我看啦，如果载辆摩托可能都不用打斜可能打直都可以进得去更加不用讲你是要载榴莲载油棕什么东西都好啦，肯定是够你用，也比一般的 Double Cab 还要来得大。再来这个车尾车主也已经把这个灯改成非常泰国 style其实不要讲灯整辆这个 Navara 改的就是一个泰国风，因为这种 King Cab其实包括 Isuzu D-Max 也是有出，然后在泰国其实是蛮受欢迎的，就是不懂为什么在本地就是没有这样好卖啦，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出了。至于它的好处在哪里等下我们进到内饰我再慢慢来跟你讲解一下。再来进到内饰就我的感受来讲真的也是很干净车主我也认识的啦，会玩车的人其实车内都是保持到很干净，都是爱车人大家就一边看一下这整个车的 condition 对你来讲漂不漂亮啦。椅子我们可以看到也是车主拿去包皮了，
原装我记得应该也是没有的啦，这个也送给你，包美美给你了的。看一下门板啊，当然就2个窗口键而已啦，整个门板也没有很明显的那种刮痕或者是工作用过的痕迹啊。再看过去座椅，这个就是这个 King Cab 特别跟好的地方。如果是一般 Single Cab 的话，你的椅垫就已经是靠着那个 cabin 的最后面了，没有办法再放躺。如果是 King Cab 的话，这边你也可以看到咯，你的座椅的高度啊，甚至你的椅背的倾斜角度都是还可以再做调整的。因为你的后面是还有空间嘛，所以呢，就你的椅子的舒适性啊，这个 King Cab 肯定是会比 Single Cab 来的多更多。Oh yeah！ 这个就是 King Cab 比起 Single Cab 的一个优势然后这边有改了这个 Alpha Tech 的，我也不懂是什么啦，改装的东西你不要问我，等下我会放车主的号码，有要看车或者询问什么改装的东西的，直接对车主，价钱也是直接对车主谈。再来，我们就开后面的这个Suicide Door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前门的安全带就是直接在这个门板上面的啦，然后后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坐垫，就像是一个板凳这样子其实是很矮的啦。当然它是没有安全带的，所以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其实它是不可以坐人的，大家就自己搬带啦。你要拿来放点比较私人的物品，你不要放在boot，怕给人家偷掉的这边比起 Single Cab 就多一个空间空间灵活性和运用来讲就比 Single Cab 更加高。11年的车那个 steering 都没有磨到破皮，你敢相信吗？所以呢，车主是真的爱车，真的有在保护车的啦。买二手车就是要找这样子的车主嘛，整个跟你磨到烂 ，engine 的 condition 肯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改车人肯定是顾车的，这点大家绝对可以放心。接下来我一样继续扫给大家看你可以看一下它的 condition， 不是我讲罢了真的是蛮漂亮的，几乎都很少刮伤那些什么东西的。中间也改了 Android Player， 这个也是送给你的再来，可能有人会问，这辆是 4 wheel 还是 2 wheel？ 来，下面有旋钮给你的，这个是可以走 4 wheel， 就算是你要改高，然后拿去进八也是没有问题，一样可以用的。然后再看过来6 speed manual is the best， 这个试驾也是蛮刺激的，等下再分享给大家看到吗 ？manual 你要工作的话省成本，保养低；你要玩车的话肯定比 auto 来的好玩多啦，brother。玩车哪里可以玩 auto 的？玩什么给车玩就有这个就是我讲的赚钱玩乐两不误。这个 service 纸我也大概拍给大家看啦，是还没有到的啦，还可以再加一段时间的。再来可以看到这辆车的里数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高了啦，所以呢，就是因为它的里数高，价钱才会是 below market。Center console 我也一样扫给你看啦，按钮旋钮这些全部都是没有磨到烂的也没有脱漆，该亮灯的地方也都有亮灯。然后再往副驾看过去这边的抽屉就有上面一层下面一层，有2格啦，也是给你放你的私人物品就不用日晒雨淋。来到 engine 方面，同样我一边介绍你就一边看它的 condition首先这个引擎它一样是 diesel turbo， 马力有174 HP， 扭力403 Nm， 在2000转就爆发出来了。这个400个 Nm 真的不是玩的，diesel车你驾过就知道，2000转就爆出来的这个400 Nm 真的是蛮恐怖一下的。整个 engine bay 就是这样子啦，看起来都是蛮干净的啦。以二手车的 condition 来讲我不会讲它像新车那样完美100分80分这个车还是有的。无论是从外观到内饰，甚至到 engine 这些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啦，几乎你是不用什么花钱再去找它了的 ，just buy and drive。接下来就是到了我最期待的试驾环节。整个车首先因为它 lower 过，所以呢你驾起来是不会有 pickup truck 原本那种的摇晃感。这个摇晃感我印象就很深刻啦，因为最近我们频道才卖到一辆2019年的 Triton， 当然这个我也是有拍影片之后会再放上来给大家看。首先它少了 pickup 的漂浮感，然后整个驾起来操控我不敢讲有极好啦，不过肯定是会好过高车很多。再来这辆车我也不确定是改了什么东西这个我就没有问车主太多啦。驾起来真的是非常有力，尤其是我2号牙有力到会踢不要开玩笑400个 Nm 真的不是在跟你玩我放给你们看一下一个片段不要讲你们甚至是连我自己都有一点点的吓到不过缺点方面我个人比较挑剔啦，就是它这个换挡因为它的这个单身就是工作用所以它的这个换挡行程其实是蛮长一下的。如果换挡行程短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加好玩
不过它都已经是手压了，就不用挑剔这样多了。6-bit manual 肯定是比 auto 还要来的好玩的啦。自己控制转速，我拉到3000多才换里啊，那个感觉真的是推着你去啊。Manual is the best。再来售价方面啊，车主其实是要卖38800 Navara King Cab 开回家。其实我看过了啦，市场上在卖着的这个 Navara King Cab， 首先数量非常少，其次呢，就如我前面讲到的啦，都是4万块以上。所以啊，我个人觉得这个 King Cab 其实是蛮值得玩。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它够稀有，驾在路上给人一种闷骚的感觉。从车头看就是普通的一辆Nissan Hilux咯，一看到车侧，好像有一点点特别，有点不一样哦。这个就适合我这种闷骚的人啊，想要特别，不过又不要到 spare bar 找不到的那种程度啦。再来第二个值得买的点啊，就是它比 Single Cab 实用，同时驾驶者啊又可以拥有 Double Cab 的那个舒适性。后面给你的空间啊，虽然是不足够载人啦，不过你的椅子你可以放躺一点。甚至你的 passenger 椅子也是可以放躺，整个过程都会比较舒适啦。比起 single cab 的话，虽然讲它的斗的尺寸是短了一点点，不过我相信你是要载东西的话，其实是差不多的，都够用的啦。所以呢，如果你是在考虑着你想要玩车，同时你又有需要载货的需求的话，这个 Navara 的 King Cab 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最重要的是又有手压 ，Manual is the。然后这个是车主的号码，车是在新山，有想要看车或者是要谈价钱什么的话啦，大家就直接可以联络车主。至于买这个 Navara King Cab 有没有什么福利？有，当然是有，跟我的合照一张，你要不要？如果是真的成的话，我是可以下到新山去跟你拍一张合照再出车，没有问题的啦，小事情来的嘛。最后啊，阿宅再宣传多一下啊 ，Rangerman 频道现在有做汽车的买卖，无论是二手车、新车。想要买车或者想要卖车的，都可以联络 Rangerman 频道的负责人，我的 partner 啦。这些汽车买卖的都是他在处理。目前手上还有的车就是一辆 Persona， 这个是 5-speed manual， 还有就是一辆 BT50， 这个是车主跟我们买这个 Triton 的时候兑换的车。有兴趣在找着这两款车的，都可以联络我的 partner。当然，如果你要卖车的，也是一样可以联络我们啦。不过要买今天这辆 Nissan Navara King Cab 的话，是直接联络车主哈，不是联络 Rangerman 的频道，这个才是车主的号码，不要联络错人哈。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阿宅，拜。